大家好，比王一博小3岁的易烊千玺活成了王一博的车头灯，比赵丽颖大1岁的杨幂活成了赵丽颖的刹车灯。前者通过3年4部戏一战封神，通过长津湖的入戏的方式冲上了流量的天花板，也把王一博的前路照着这个明白无误、通透敞亮。后者则是通过2年5部戏以及各种急刹频闪的翻车的方式，花样通知了赵丽颖哪里有坑哪里藏雷。那么您猜比王一博大10岁的赵丽颖又活成了什么灯呢？众所周知，科班出身和群演出身或者说非学历出身是有差别的，这是一道无形的坎。于是乎，学霸人设的中戏易烊千玺和北影杨幂成名之路都是自带灯泡的。赵丽颖和杨幂堪称同龄同路，资源分配自然难免部分会重叠。有时候在品牌的眼里，他们2个难免属于可比性极高的竞品了。于是乎，若干聪明的资本有些异想天开了，这2年当中，甚至企图去撮合这2个人的合作。在新闻我看来，这个想法实际上不错，因为就像某些综艺的编排的套路，只要火花够大，那么爆点就十足了。然而呢，在新闻我的另一只眼里，这种异想天开的合作实在是缘木求鱼，难上加难。因为这2个人的相似度虽然有，但理想却是大相径庭的。而30而立的危机感更是南辕北辙的。杨幂在圈内的人脉很广，不论是一些18线的小爱豆，还是1线的大咖艺人，她都能够玩在一块儿。要知道，圆滑处事、为人世故是一个商人取得成功的不二的法则。而且杨幂天生就是特别爱热闹的人，或者说人来疯也行。单单凭着这一点，讲究掏心比心的那个赵丽颖就截然相反了。相熟的主持人如果召集那些小爱豆们来开杂耍闹派对的话，杨幂肯定不会去缺席的，一定会参加的。为此，她的人脉甚至于桃花大都来源于这些交易性属性的主持人派对了。至于说不少人诟病说，这个杨幂老是独孤一味，老是喜欢去接自制剧，反反复复的去影响和刷低自己的口碑。而实际上呢，站在他的立场上，他去接这些自制剧的话，就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成的比例。要不呢，他也不会愿意去带新人的。这个世界上还是3个字：钱作怪。于是乎，雷声大雨点小的胡珠夫人，在一片不满的吐槽声中，最终迎来了情理之中的大结局了。这就是迷式古装偶像剧的发展的模式了。也就是说，古装偶像定终身，来去50，仍少女。所谓一招鲜吃遍天，杨幂本人的演艺生涯其实也不乏尝试的。但是对比特别容易上头的国偶市场和快钱的辉煌，挥挥手告别金钱的阵痛和那些反复转型的各种的困难都不容易。曾几何时，杨幂曾经立下过壮志，要做一名人民女演员。结果呢，商人属性让她从仙剑系列开始到宫锁心玉的爆红，初心早改。小狐狸有幸参与了粉丝经济的全盛的时代。当年仅仅在一个2012年，他就一口气拍完了夸张的9部电影和1部电视连续剧。从鸭戏争议到对赌协议，比起人民理想和爱惜羽毛，演员出身的他似乎更加愿意同时跻身成为业界的资本，而不是业界的翘楚。黑红也就成为了他一种百试百灵、百试不厌的
地毯走红的方式了。对比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深思熟虑的赵丽颖，杨幂的转型之路铺垫其实很早，只是悲催的是结果都很糟，不见坦途。2015年，杨幂通过一部《我是证人》已经正式开始去挑战那些少有深度的角色了，奈何研磨不深，反响平平。跟着呢，杨幂又在3年之后的《宝贝儿》中突破了形象，刻意去扮丑，结果呢，票房口碑再次的双失，依旧无法突破，依旧不尽人意。于是乎，从谢谢你医生、爱的28定律、焦藏，杨幂再次高调回归了密室偶像剧的范畴了。即便少女感的强行的磕糖和霸王的营销已经越发的刘晓庆化了，因此面对观众们越发不买账的各种的挑战，维持话题的讨论度已经成为了杨幂的当务之急了。似乎不断的尬吹或者说尬聊，已经正式成为了比转型更加重要的、更加保持热度的一种刷屏方式了，而且没有之一。到现在为止，这个杨幂已经正式成为了流水线女星的业界典范和杠把子了。演技拉胯，套路严重，转型困难，却又能继续的频频霸屏，这就是现在的杨幂以及迷之操作了。无形之中，杨幂已经不知不觉地向无数的90后、00后的后辈们灌输了一种江郎才尽后的上家的保鲜模式了。当然了，其中也包括小她1岁的那个赵丽颖了。只是赵丽颖看在心里，也是急在心头，因为好剧本买少见少，转型路难度也不小。总之，细心的您也可以看得出来，赵丽颖这2年的作品其实都是不图数量，而是图质量的。她有专门看剧本的专职的团队从收到剧本开始，就会针对制作的班底以及相关的主题进行各式各样的各方面的论证与审核。团队会一遍又一遍的过筛子之后，才会把剧本筛选到了赵丽颖的手上了。这种慢工出细活，其实在表面上的确容易产生出剧荒的错觉感出来。而且呢，现在依旧还是影视业的寒冬的季节，那个前车可鉴的杨幂让赵丽颖的等待显得更加的漫长了。无论如何，赵丽颖现在不断的摸索，已经开始让自己的戏路更加的宽阔了。一部《幸福到万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让党媒官媒轮番的热捧，慢慢转型成为主流圈认可的女艺人，其背后的励志的故事同样是相当的励志。有趣的是，只要赵丽颖一旦转身国偶市场，只会让风云突变，只会让那个吃骂骂香的杨幂吃骂都不香了。因为看看鹅厂的焦藏就知道了，在定下了杨幂之后，现在居然连个2线男艺人都已经请不起了。结果呢，杨幂在把焦藏推了之后，又再接触一部群像剧了。结果呢，只要她正式签下的话，那么另外的女主就只能找片酬很低的演技咖了。因此娱乐的江湖不大，但是腥风血雨不少。结果呢，不声不响的赵丽颖真的又策马杀了个回马枪了，又重新杀回来了。赵丽颖现在暂定会出演《与凤行》，但是还没有正式的签约。
毕竟他现在正在专心致志地拍摄《野蛮生长》，所以中间不排除有额外的变数和变动。因为像去年那样的江湖气象就已经够瞬息万变的了。只不过喜欢轻挑白选的赵丽颖，值得肯定的是，他手上也只有这个项目斟酌待选当中。与凤行我也介绍过几次的了，是一部想象力丰富的上古玄幻大作。这部100万点击量的人气长卷，堪称5大经典仙侠文之一，也是九路飞香迄今为止号称最满意的作品了。原名叫做《本王在此》，这名字很有意头。要知道九路飞香所著的小说被影视化的电视连续剧真的是不少，其中就包括招摇、苍兰诀、护心、司命等等等等。而司命已经正式的官宣杨幂作为女主角了，男主角据说是那个龚俊。因此九路飞香最看重的与凤行，对任何一个演员来说都是一个超级的大饼了。王者回归的赵丽颖算是实至名归了。但是站在赵丽颖的立场去看的话，更多的感觉反而是宠辱不惊和见怪不怪了。因为赵丽颖演过的《花千骨》已经铸成了神级了，已经堪比神话了。这样一部经典之中的经典仙侠剧，与凤行是不可以超越的了。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早就已经过去了。现在的赵丽颖连续接演《谁是凶手》和《幸福到万家》，明晃晃就是想转型再转型了。而且与凤行虽然是腾讯古偶的大制作，但是老话也怕重提，因为老是有人会反反复复的唠叨说30+的女明星不能够再演古偶了。因此有些黑粉们已经准备好了赵丽颖归来仍是古偶的黑文案、黑文稿了。有意思的是，杨幂为代表的古偶85花当中，没有人放弃过古偶这一块，大家伙都一致感觉自己的颜值和状态都在线。结果呢，轮到赵丽颖的时候，大家伙都坐不住了。更重要的是，与凤行让赵丽颖重披战袍，王者归来，一点竞争上的压力都没有，只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影响到了赵丽颖的决心，您猜这个问题又是什么问题呢？原因就是赵丽颖对搭档的古偶男主演这回真的是有刚性的要求的，如果不入眼不合适的话，与凤行就彻底的没戏了，很可能他就不会去接的了。那么您说这个王炸姐姐到底在等谁呢？那边厢有易烊千玺的前车可鉴，已经照亮了前路，而且真的是一片的通途的王炸弟弟王一博，2022年热度如同滚水，快到115度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肯定呢？因为首先长津湖的续集《长津湖之水门桥》已经正式定档，在2022年的大年初一正式上映了，这让无数人都大跌了眼镜，因为这个档期实在是太紧凑了。至于为什么呢？您只要回顾一下我之前的相关的分析，你就会彻底的明白，彻底的知道了。要知道长津湖的热潮其实还没有过去，这个亲弟弟就急不可耐的披挂上场了，继续去收割韭菜了。这节奏要么是资本对自己的信心实在是爆棚了，要么是同一个资本对王一博的信心实在是
爆棚了。无论如何，该片注定会成为了今年春节档最受瞩目的电影了，而且还是老话，是没有之一的那一种。因为但凡熟悉本频道的人都知道，去年大家伙都一道见证了这么一幕让人彻底目瞪口呆、舍我没谁的红色的霸气了。长津湖一上场就排他性的横扫了一切时代正剧的影片和机会了，在国家权力的一边倒的保驾护航之下，直接把正剧之父给彻底打倒出了市场和战场了。这种异常恐怖的霸气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第一和红色的佳话。因此呢，按理说今年的国庆档理应是神话的弟弟再演神话的时间点了。结果呢，很多人的眼睛都彻底的碎了。不过从哥哥弟弟趁热打铁的角度去揣摩去看的话，似乎也说得通。因为从热血不堪的上一波观众们留下来的期待的热度上看，这种趁着热度再拉进烤箱的烘焙的速度，或许更加的容易催熟和收割下一波的美味的甜品和甜点。总之，正剧之王兄弟打架势必又会成为春节档的不二的赢家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面，资本2次创造出了爱国的票房神话出来，明晃晃已经不再是梦了。因此最大的赢家除了这个资本，就是流量的巨星易烊千玺了。因为票房号召力绝对是流量变现的最大的试金石了。快马加鞭的这个易烊千玺无疑已经正式开创了先河了，已经最先成功了。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以及这个神话长津湖，这一连串的出演居然都无一例外的成功的突破了10亿的大关了。尤其后面这部香喷喷的长津湖，堪比史上最大碗的炒饭了。仅仅一战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刷新了史上的新高了，吃惊这2个字已经完全无法去形容的了。有这个易烊千玺免费去照亮了未知的发展的路面，接下来有望在大荧幕中霸屏第一的就是照虎画虎的那个王一博了。今年王一博转战电影圈也是从年头回到年尾的了。现在新电影《长空之王》已经正式敲定开机了，搭档3金影后周冬雨，让这个阵容一点都不低调了，豪华的跟易烊千玺有的一拼有的一比了，大爆与否都不用再次的目测了。而且同样的，《长空之王》这部影片显然也是在考验王一博的票房的号召力。更何况刚刚才跟梁朝伟合作完的《无名》，同样会是今年堪比水明桥的大荧幕的巨作了。那么既然水门桥以及无名都是长津湖的弟弟，您又看好哪一部影片呢？您又对今年国庆神秘黄金档的封神巨作又有什么样特别的期待呢？总之，长空之王的主演周冬雨、王一博，甚至包括那个骨灰级别的演技咖胡军，已经整装待发了。该片已经暂定会在1月底左右正式的开机了。于是乎，摩托姐姐们恐怕连夜晚的梦想都会跟王一博一道，突然之间插上了翅膀了。大家伙都已经看惯了王一博开摩托去冲线的各种的飒爽的英姿的，这一回王一博终于换了个超级舒适的姿势，去开着飞机，去带着大家拽上蓝天，遨游无际，
冲向太阳的新款的酷帅。您准备好接住了吗？您的新款的半飞的墨镜又准备好了吗？